这名被美国狙击手打穿头颅的志愿军战士创造了一个奇迹。经过医院全力抢救和6个月的休养，他不仅活了下来，还再度投身抗美援朝战争，重回前线坚守阵地。这名战士名叫赵和，是中国装甲部队的坦克连长，曾在开国大典上驾驶974式坦克参加阅兵式。1950年10月的一天，赵和正向新兵们介绍着974式坦克的配置，却突然接到一纸神秘调令。上级知道他和美国人打过交道，英语水平优异，就将他派遣到东北边防军步兵4连担任英语翻译。赵和怀着疑惑的心态进驻边防军。当他和4连战士们一同坐着火车来到鸭绿江边时，看着对岸的炮火照亮了整个夜空，顿时明白了当前的严峻局势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，他们将在冰天雪地中迎战兵力装备远优于己方的联合国军。不久，4连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，志愿军计划攻克云山县城，城内的美军重炮连是行动的巨大阻碍。4连的任务就是在部队总攻之前奇袭解决重炮连。全连战士紧急行动，冒着风雪潜伏在城外的山野，出其不意地俘虏了一支美军巡逻队。美军战俘交代，他们的一支部队将会在明天上午撤到城外，但4连的电台却已经冻坏了，没办法将这个关键信息及时传递给指挥部。按照计划，明天下午5点就会发动总攻。于是连长下达了临时作战部署，4连不仅需要潜入城中捣毁重炮连，还要在敌方撤退路线上预先设伏，务必堵住撤退部队，配合我军主力发动总攻，一举全歼。第二天一早，4连战士们就成功迁行到炮兵营地附近。美军显然没有料到这次偷袭，各地防守薄弱，士兵们还在喝着咖啡。4连战士迅速出击，一番激战过后，成功拿下阵地。在清剿战利品时，赵和发现了这支部队的徽章，他的脸色顿时凝重起来。这是美军第1骑兵师的标志，这支火力强大的精锐机械化部队就是即将撤退到城外的目标。他们刚才只是端掉了一个炮兵阵地，但接下来即将面对的是主力装甲部队，紧扣一个步兵连去抵挡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谁料连长得知后，并不准备就此放弃，战士们也都士气昂扬。哪怕咱们就是死在这儿，也要在总攻开始之前拖住敌人。这个路口就是咽喉要道，只要我们能卡住这个路口，就能在总攻之前把敌人堵在城里，哪怕只能拖住1个钟头也是好的。任务明确后，全连战士立即在指定位置开始设伏，他们埋下炸药，搭起掩体，全员隐蔽起来，紧张地等候着敌军的来临。不久，美军装甲部队向此地驶来，但在靠近路口时却突然停下，尖头坦克冲着前方直接开火，意图通过火力侦察引出伏兵。见美军没有中计，连长一声令下，战士们一同向着敌方开火，但这只是击倒了眼前的美军步兵。一辆辆坦克依旧无视弹雨向前推进，并纷纷开炮回击，坦克上的机枪连也轰鸣起来。密集的火力打得战士们始终抬不起头。不过这种情况也在我方意料之中，连长等到坦克接近了埋好炸药的引爆点，就按下了引爆器，却并未听到任何爆炸声，原来是引爆器的导线断了。眼看坦克越来越近，几名战士抱着炸药包冲向坦克，一名士兵在弹雨中倒下，又一名士兵立刻补了上去，最后终于有一人成功地冲到坦克旁，将炸药包裹在履带前，瞬间巨大的爆炸吞没了坦克。至此，4连成功炸毁了一辆美军坦克，但后方还有源源不断的坦克朝路口驶来。经过战士们视死如归的顽强抵抗，炸药也全部用完了。这个步兵连丧失了对付坦克的唯一手段，伤亡惨重的4连陷入了绝境。存亡之际，赵和突然想到，炮兵阵地上还俘获了一门巴祖卡火箭筒。他赶忙赶过去扛回火箭筒，一发火箭弹下去，美军坦克的前装甲被烧得焦黑，但并未成功将之击毁。原来美军装甲部队的潘兴坦克装甲厚度高达100毫米，而巴祖卡火箭弹的穿身不过80毫米左右。但赵和原本是一名出色的坦克兵，他很清楚坦克的弱点所在，于是扛起火箭筒冲到最前方的掩体，
瞄准坦克上的机枪口，一炮下去，成功摧毁了潘兴坦克。这时，远处传来了我军的冲锋号，主力部队发动了总攻。卡秋莎火箭弹犹如密集的流星雨划过天穹，飞向敌军装甲部队。美军坦克和部队全在轰炸中灰飞烟灭。4连全体战士浴血奋战，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，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赵和看着一具具战友的遗体，用手风琴吹奏着一曲悲歌，缅怀这些英雄。1950年11月，人民志愿军将战线推进至清川江，4连被派遣去支援东线作战。他们要通过结冰的湖面拿下对面的美军阵地。赵和由于在云山战役的出色表现，被任命为班长。他通过敏锐的观察，发现了美军的换防规律。赵和提议，在天亮时发动进攻，那是美军临近换防的时刻，也是经历了一夜的紧张巡逻，疲惫的美军最容易疏忽的时刻。但天亮时，守兵视野清晰，开阔的冰面又缺乏掩体，此时进攻也是一个冒险的战术。连长抉择再三，还是同意了赵和的战术。第二天天亮时，4连看准时机，迅速登上冰面，向对岸发起冲锋。对岸的美军正准备下岗换防，突然发现志愿军势不可挡地冲来，赶紧架起机枪向我军扫射。4连战士抛出手榴弹掩护，一边开枪一边突进，顶着弹雨和炮火冲过冰面。美军守兵被这种大无畏攻势所震撼，纷纷落荒而逃。4连成功攻占了对岸的阵地，而赵和也凭借优异的战术眼光升任排长。不久，英勇奋战的志愿军攻入平壤。4连的任务是封锁南部山口，确保大部队穿插作战的安全。但在前往山口的途中，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支停驻在公路边的美军部队。如果绕过这伙美军，也能抵达山口，但后续部队就很可能遭到两面夹击。于是赵和决定消灭这队美军。此时的美军士兵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，防守十分松懈。但这支部队有多辆坦克和装甲车，而4连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反坦克武器。面对如此巨大的装备差距，艺高人胆大的赵和竟准备夺走一辆美军的坦克，驾驶它解决剩下的坦克。部署完毕之后，4连战士立刻发动突袭，纪律涣散的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赵和在战友的火力掩护下接近了一辆潘兴坦克，我方狙击手及时解决了坦克上的机枪兵。赵和趁机跃上坦克，向舱内扔下一枚手雷，消灭了坦克里的美军，然后迅速钻进驾驶室。这时，另一名战士也跟了进来，担任临时装弹手。赵和立即开动坦克，而4连的其余战士则发挥步坦协同战术，以这辆潘兴坦克为掩护，向敌军发动猛攻。核弹装填完毕后，赵和向附近的一辆坦克开炮，却不慎打偏，敌人的反击也随之而来，一炮命中了潘兴坦克的前装甲，经历了一阵剧烈的震动。赵和惊讶地发现，厚实的前装甲撑住了这次攻击，他赶忙调转炮口，瞄准敌方坦克又开了一炮，这下准确命中了对方的炮塔，成功击毁了那辆坦克。赵和再接再厉，以精湛的驾驶技术和极高的命中率，接连击毁了多辆敌方坦克，最终在步兵配合下，成功打退了这支美军部队。赵和兴奋地打开顶盖，探出身子俯视战场，在远处的一名美国狙击手已经锁定了他。赵和被一枪击中头颅，昏死过去。他被战友们送到战地医院紧急抢救，勉强维持了生命体征。医生告诉战士们，这里的条件过于简陋，只有尽快转移到后方的大医院，赵和才有可能活下来。战友们火速将赵和送上开往荆州的列车，他们不舍得望着赵和。所有人都明白，赵和如今的伤势已经是九死一生，即使是侥幸存活，也不可能再回来和战友们见面了。但经过国内医院的悉心治疗，6个月后，赵和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。他不顾医生和长官的劝阻，义无反顾地重回前线，和4连战友并肩作战。当时4连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，他们奉命坚守235高地，经过3天的惨烈战斗，伤亡大半，连长和指导员也都牺牲了。归队的赵和被紧急任命为4连带队连长，他将带领全连战士继续坚守。团长还将团部的警卫排作为最后的预备队交给他。赵和火速赶赴235高地，他看着这些和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，他们虽然伤痕累累、疲惫不堪，但仍坚毅地矗立在新任连长面前，眼神中满含着宁死不屈的意志。我曾经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了，我曾经以为自己再也不能跟你们一起并肩战斗了。
但是我看到了，我在国内看到了我们正在守护的一切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我们面前的敌人漂洋过海的来到这里，带来的只有死亡和毁灭。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惩罚，他们错了，他们错了，因为我们来了，我们站在这儿，我们绝不退让，我们保卫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。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？我们的战士，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。经过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血战，我们最终击败了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。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被迫签署了停战协议。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中，涌现出无数的英雄连队，四连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。从鸭绿江到三八线，从长津湖到上甘岭，机枪的扫射打不垮他们，坦克的洪流拦不住他们，战机的轰炸吓不倒他们。这些保卫家国、前赴后继的战士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，是我们最爱的人。